流水不腐，护疏不渡是的，对，也就是说呢，就是咱们理解了这个运动的强度需要达到一个中等，对吧？是的，才能咱们激发咱们身体。那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这个运动形式啊，就很多人只关注了动，对吧？只关注了动，哎，我们动了，但是呢，往往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忽略了啊，怎么动？让这个动呢，让我们的这个气血活起来，哎，让我们这个脏腑呢能够动起来一个关键。是的，我们请尹正医生再给我们讲一讲啊。OK， 其实形式呢往往是很单一，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听到说老师啊，我要这个练点力量啊，就想到了健身房去举铁，觉得呢又累又危险。其实呢，中医养生里啊，早就有类似的引导，我们称之为什么强筋健骨的智慧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濡养我们的筋骨啊，充实我们的肌肉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扶着坚固的一个椅子，或者是墙壁做缓慢的一个深蹲，甚至呢坐姿啊抬腿，使用弹力带等等这些拉伸啊和强度适宜的抗阻练习。比如啊垫脚尖啊都可以。安全的提拉一些有分量的物品啊，比如说我们买了米、面、油啊，可以拎一拎啊，这都是好事。拎拎重物，哎，反而是好事。是的，因为这些运动呢，能锻炼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筋骨。这时候呢，中医认为脾脏是主肌肉的，而肌肉丰盈啊有力是脾脏功能啊强健的一个外在啊所体现啊。因此呢，我们同时呢要肝主筋，筋骨的柔韧以及肝血的充盈密度也是相关的。我们的肌肉和筋骨强健了，脾胃的运化能力啊，比如说我们消耗能量啊，运化水湿，自然其实是增强的。肝藏血，主疏泄的功能也会得到支持。这样一来，身体的代谢啊，比如说我们自己产生的痰湿、淤血这些垃圾呢，将会进行自我的一个清除。只做散步这一类有氧运动，往往呢是相当于疏通了河道。而不是做适当的强肌运动，相当于加固河堤，提升我们河流自身的运载能力。效果呢再也会大打折扣。对，尹医生呢，就刚刚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叔叔阿姨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是的，就是刚刚也讲到了，我们要动起来，但不是说这个动了就行了。我们首先呢要有效的运动，对，包括一个组合的运动啊。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去练习一下我们的肌肉的一个运动啊，增加一下，就别想着说这个年龄大了，哎，我就不锻炼肌肉了。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要锻炼一些肌肉啊。对。那这里面呢，就会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就会立刻担心了。你看啊，这个强度大了，会不会伤了膝盖？对。假如说这个有心脑血管的病，能不能做？在家里边就怎么做这些这个强肌运动才安全？就是很多也是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顾虑啊。就这种就是对安全的这个担忧啊，身体啊也本身就是也阻碍了他们这个迈出正确运动的第一步。对。因为呢，我们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疗效反而是次要的，这也是中医中所讲的思想的体现啊，我们称为过犹则不及嘛，凡事勿过度啊。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前啊，尤其是有明确的基础疾病的观众朋友们，最好呢先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医师就是循序渐进啊，不要一下子上来之后就加强度啊，我们要倾听自身身体的一个感受。因为身体呢，往往提示的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呢，每天呢只做5分钟的快走啊，或者呢说老师，我拎着米袋走5分钟行吗？也是可以的。从扶着墙做2到3个不求幅度的深蹲开始动作呢尽可能做的规范一点因为稳定远比追求次数重要的要多。选择对关节冲击小的一个运动比如说游泳或者说我们骑自行车家中练习我们拎拎米袋子，拎拎我们的油桶，其实都有稳定的支持。这需要一点学习和耐心明白了。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着我们首先呢要从动开始，是的，我们呢由弱渐强，一点一点的，咱们再加强这个运动量，要保证我们是有效运动那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有效运动呢，能够能降我们的这个三高，对吧？能够稳住我们的三高。那这个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顾虑也有就包括这种对身体的爱护跟谨慎它其实呢有的时候也会延伸到另外一个方面。对，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也就是说对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态度。
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叔叔阿姨啊，有对药物的一个过度的依赖，认为说就吃了这个药，我万事大吉了，哎，我也不动了，只要这个靠药，我就能稳固我们这个三高，那我就不动了，对吧？另外一个叔叔阿姨呢，他会容易说这个就都会对这个药物有着怀满一个这个怀疑跟恐惧，总想着说啊，这个是药三分毒，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或者是说呢，这个自己随意调动。甚至有的叔叔阿姨呢，还寻求偏方了啊！对，这种就是与药物较劲与博弈的这个心态，它会不会也同样干扰着我们这个三高的一个控制呢？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隐形的推手呢？其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使用药物的时候呢，就要保持一个信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服用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要医者也很揪心啊，就是让患者自己呢陷入了险境的问题之一。对，因为信任是很难建立的嘛。比如说对待药物的不科学的态度啊，主要有2种极端。大家觉得是危害巨大啊，且往往呢源于对疾病和药物性质的一个误解，或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药物的一个结构啊。因为我们门诊上所用的药物，大多数情况下是结构明确、效果明显的，安全其实是很高的啊。第一种呢是自行减药，就是停药或吃停。对啊，就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这样。哎，我刚刚好了，降下来了，那立刻就停药了。那这个您得帮我们。其实是最危险的举动。因为很多患者呢，吃一段药物之后呢，我们复查指标正常了，我们心中啊感觉还很好，或者听旁人说老师啊，我晚上所讲的说这药物伤肝肾啊，吃久了之后有依赖，就自作主张把药停掉了。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做啊，减量了。或者说今天老师啊，我吃了忘吃了，其实这都是大忌。因为我们结构明确或是疗效明确的情况下，只是试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需要踏踏实实的去规律服用就可以了。所以这4个字很重要，规律服用啊。规律服用。是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三高呢，尤其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或者呢我们看到的2型糖尿病，这形成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的阴阳气血失衡的过程。药物啊，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作用，就像呢，请来了一位外力的一个帮手啊，帮助你在身体自我的一个调节。因为我们自主其实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就不需要药物去进行一个外力推手了嘛。所以呢，帮助你在身体自我调节啊，这个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强行的把失衡的这个阴阳气血拉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安全的痛往往伴随着身体是一种暗流涌动的状态，我们慢期的长期的隐秘的一个湿热，或者呢是痰浊或者是淤血的一个内环境因为呢急性的发炎这样的红肿热痛容易被发现和意识，而像河流里的暗沉的一个淤泥，或慢慢的改变着我们的河床。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就是那个损伤，或者呢是血流速度的一个减慢，往往都是很难进行一个观察的。